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出版社。今天做海鲜葱饼，那肯定要有海鲜。一般我只会买鱿鱼和虾，今天呢多买了一点扇贝肉。这个只要切丝就行，切的比做菜的时候要细一点。扇贝肉也要切半。海鲜是比较沉的，如果直接用面糊就会带不动它。虽然麻烦，但是最好还是切一下。当然还有一些葱，海鲜葱饼嘛。葱用毛葱、小葱都可以。我还配了点韭菜，我挺喜欢吃韭菜饼的，所以也加了点。一般做的时候呢，会中间切半，切适合平底锅的大小。下面铺一层葱，上面撒上面糊。在家吃就不讲究那些了，直接切断，放进面糊一起搅拌。这个是韩国饼粉。比例都是配好的，直接用就行。但是想要吃脆一点，可以再加点油炸粉一起使用。如果想要更脆一点，那就直接用油炸粉就行。面粉和水的比例呢是1比1.5，两种面粉各放1杯，那就要放3杯水。如果只是1比1的话，面饼会很厚，这种能挂上的面糊就太稠了，一定要这样，完全挂不住。这会不会太稀了？就这种感觉。刚才准备的虾仁、鱿鱼、扇贝都放进来，葱和韭菜也放进来进行搅拌。这个再细一点也没有关系，那就能摊得更薄更脆了。锅开中小火，倒一点油，面糊放进来，应该说面汤了，薄薄一层。没空白就行。底部熟了之后，自动会和锅底分离。翻下面，已经有焦黄色了，感觉油不够，可以再来一点。薄的话，肉眼看着熟了就 OK 了，但是厚的你得小火多煎一会儿。这个呢比较不爱熟，我比较喜欢焦焦的。对我来说，这样才是最有食欲的。好了，出锅。最后一张，做蘸酱。以前我做土豆饼的时候做过一次，当时是做了2种。但是我比较偏爱这种酸辣味的，比较开胃，还能解腻。做法也是很简单，不吃辣的朋友可以省略辣椒粉。酱油我用的生抽，醋尽量用白醋或者是果醋，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要求了。可以吃了。这样切感觉像是披萨一样。来点酱油，边边是焦脆的，里头又是另外一种口感，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很好吃。再来一点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